从2005年到2025年，如果每年只能选出一部霸权神作，你会选哪一部？2005年开局便是史诗级的双王炸，所有的权力野心都归了罗马，所有的浪漫幻想都给了那部重启的国民命脉《神秘博士》。当蓝盒子的大门轰然开启，《神秘博士》长达20年的浪漫与荒诞正式拉开帷幕。2006年，全世界的社恐和程序员终于找到了他们的耶路撒冷。一部 IT 狂人3个主角一间办公室，却创造了英式情景喜剧的天花板，让每一个与世界格格不入的灵魂都在那个凌乱的地下室里拥有了最温暖的避风港。2007年，那个时代毫无疑问是属于皮囊的。你见过哪部剧的卡司能美得如此整齐划一？在亢奋教年轻人把生活过得像迷幻 MV 之前，布里斯托的这群少年早就凭一己之力，把整整一代人的叛逆期都生生提前了10几年。到了2010年，英剧开始疯狂输出，前有硬核神作《反击》与《殊途同归》坐镇，后有优雅史诗《唐顿庄园》压轴。但不好意思，那一年的霸权必须给到《神探夏洛克》，卷福和华生的黄金组合直接把英剧在互联网的热度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高度。2011年，科技、人性、绝望三者结合，产生了一个怪胎，叫黑镜。首集那个近乎疯狂的荒诞赌约，瞬间击穿了认知的底线。从这一年起，黑镜不再只是一个名字，它化作一种符号，代言着那种极致的阴冷讽刺与反乌托邦。2013年，硬汉与温柔的碰撞，不管是毒蛇毒到心坎里的极品基老伴，还是文艺侦探的巅峰摩斯探长前传，都很有竞争力。但只要那只魔性的 BGM 一响，所有人都得往后稍。浴血黑帮直接把西装暴徒刻进了全球男人的基因。这一年，只要你戴上那顶藏着刀片的爆头帽，你就是街头最硬核的 Sigma。2014年，在这个剧情普遍注水的年代，只有李斯与史蒂夫这2个鬼才敢在半小时里给你一个最疯魔的反转。这就是剧本的艺术，这就是9号密室，你永远猜不透推开门后的真相。每一集都是一场人性的微型手术，精准邪门，却又让余味久久不散。2016年，女性叙事开始在英剧中大放异彩，既有耗资巨大展现女性权利的王室传奇王冠，也有单亲母亲在异乡独自撑起家庭的德雷尔一家。可要论风头，谁也盖不过那部《伦敦生活》，那个对着镜头打破第4面墙的女人，以最刻薄的丧道出了成年人最痛的针。那一年的剧王只能是她。2017年，全网都在刷屏去他喵的世界，2个社会边缘人开启了一场亡命天涯。就算世界早已烂透，就算你我满身疮痍，但只要能在逃亡的路上握紧你的手，这个烂透了的世界就还有救。这种骨子里的英式浪漫简直燃到炸裂。2018年，那是各路神剧的大乱斗，前有沙雕风的年少轻狂，后有悬疑犯的贴身保镖。但要说最神的，还得是吴珊卓与朱迪科莫相爱相杀的杀死伊芙。双女主反派设定，硬是把这场猫鼠游戏玩出了前所未有的极致病娇感。2019年是英剧的又一个黄金年，绝对不夸张。那一年，《古宅老友记》、性爱自修室、好兆头、真相捕捉这几部随便单拎出来，那都是独当一面的顶级神作。但在9.6分的切尔诺贝利面前，全得靠边站。那种冷酷到近乎绝望的镜头语言，直接给你展现了什么叫真正的史诗级悲剧。2020年，在那段大家都快 emo 疯了的特殊时期，有一部剧却悄悄治愈了无数人，它就是《万物生灵》。镜头里那些人与动物之间最原始、最纯粹的温柔，真的能瞬间抚平你的浮躁。如果你最近压力大到失眠，相信我直接入坑，它真的是所有人最好的电子布洛芬。2022年，英剧又开启了智斗模式，再次证明他们拍悬疑推理像喝水一样简单。当你还在喜鹊谋杀案的书中梳理烧脑，或在疼痛难免的真实里泪目时，刘仁给了所有人一点英式谍战的震撼。这帮被 MI5 扫地出门的弃子，不穿西装不耍帅，整天放屁吃外卖，却打着最高端的脑力战，这种全方位降智打击对手的爽感，谁看谁上头。接下来的2024年，英剧持续发力，重塑经典的豺狼的日子，用碎片化时代稀缺的专业感，把悬疑节奏拉到了满格。而2025年更是一开场就甩出了大招，史蒂芬·格拉汉姆的《混沌少年时》直接用一镜到底，把观众锁死在案发现场。那种在黑暗中挣扎的破碎感，仿佛让我们看到了英剧下一个黄金时代的开端。这20年一路走来，哪一部是你的入坑神作？评论区聊聊。